我死了！哎，今天吃什么？别乱摸人脑袋，姐姐说了，摸多了会长不高的。你姐姐骗你呢，我会摸骨，我一摸便知道你本来就长不高，跟我摸不摸你没有关系的。呸呸呸！再这么说，你今天的大白馒头可归我了。你天天这样睡，也不知道找个正经行当来做，你这样以后会娶不到媳妇儿的。你小年纪怎么说起话来像母亲一样？一份正经行当就这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好吧，都听你的。看来我的确得去找份正经行当了。只是这份行当，怕是在村中做不了，也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。怎么，不是你说让我去找个正经行当来做？现在我要去了，你怎么反而一副不开心的样子？哼，我才没有不开心呢，是你看错了。也是，你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可以去城里谋个武官做，就能顿顿吃白面。到时候，村子里的老人们都中意你，带着自家姑娘来与你结亲，你就能选一个最漂亮的娶回家了。对了，叶小凡，你觉得村子里哪个姑娘最漂亮？陈姨吧，婀娜多姿，丰腴得很。我说的是姑娘，陈姨她都不是姑娘了，她都有男人了。那你替我选一个。你看我姐怎么样？村子里的先生们都说我姐姐是美人胚子呢。你知道美人胚子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所谓的美人胚子，是指现在还不是美人。啊？更何况，我已经有婚约了。哦，什么？你已经有婚约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定了亲事。只是如今，已到了成婚的岁数，我还流荡在外，也不知他是否心有所属了。那你怎么不去找他？会找的，在我做到我一定要做的事情之后。很快了。行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叶小凡，虽然你是去附近的大城，可是你毕竟不住在这儿了，还是应该和大家吃个饭，告个别吧。我不去附近的大城啊。不去附近的大城，那你去哪儿？我要先去一个我向往已久的地方取一个东西，之后我再去一个我一定要去的地方。一定要去的地方？那是哪里啊？千里之外，名叫天启。天启？那不是我们北离的大都城吗？很远很远的，我才只在书上看见过。叶小凡，你去那里干嘛呀？去天启，自然是要做大事喽。或许还能见到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，和他。叶小凡，你发什么呆啊？这样吧，以后别叫我叶小凡，就叫我叶鼎之。叶鼎之？为什么你要叫叶鼎之？因为我要剑荡江湖，问鼎天喜。好好练我教你的剑，多练几年，以后村子里所有的人，你来保护。哎，叶小凡，你先别走，那我以后怎么找你啊？到时候我名扬天下，你出闯江湖，你说你是叶小凡，我来找你。好。到底什么是剑林呢？剑林，顾名思义就是巨剑成林。原来呢是
是有一些剑客为使剑心坚定，将剑插入剑仙陨落之地。后来呢，世上每出一把名剑，或者没有一位高手身陨，新出名剑或高手配剑，就会存于剑灵，等待4年1度的有缘人前来取剑。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？无双城宋彦回特来求见，谁来赐教？谁敢跟无双城抢东西？我。你是叶鼎之。叶鼎之，从未听过这个名字，估计又是个愣头青吧？无双城都敢挑战，这次估计得把命给留下。这个人，我怎么好像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呢？好快的剑法！天生剑法，果然不错，但我更强。这个，他们厉害吗？目前展露出来的都是金刚凡境修为，不同的是，无双城这一位已经黔驴技穷，而这位叶鼎之可未尽全力啊！小小年纪能有此修为，不易呀。宋某技不如人，承让。且慢！小白脸，我也要取剑。敢问阁下是？百里东君。百里东君，我们认识吗？不，不认识。那你不是要取剑吗？那你的剑呢？我的，对。小公子，见见你。丢人呐！家门不幸。这不就有剑了吗？怎么和以前一样傻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为什么我看你有点眼熟？百里东君啊，你这是在跟我套近乎。你来错地方了。
看起来你不是我的对手。这傻小子，一定和当年一样，练我的时候偷了懒。剑，我会剑术吗？ 师傅，这又是您的幻术吗？不，这一次是剑术。看好了，我只舞一次。我有一剑，能称绝世。何为绝世？天上地下，过往明天。再无此一人，再无此一剑。 若再有此人，再有此剑，当幸百里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会剑术。 这是西楚剑阁，这还真是西楚剑阁，不愧是传说中的剑法，能够如此潇洒写意。师承这只有3剑，我曾有幸见过一次，和方才百里公子使用的招数是一模一样。可是他用的是完整的剑招。小白日怎么会西楚剑阁？ 我想起来了，剑歌，可为何只有剑，没有歌呢？可惜唱歌的人已经死了，世间便只剩下这一剑。问道于谦，当年西楚儒仙古臣咏歌。 剑仙古墨执剑，于西楚最后的城池洛桑城城头，以一剑一歌对阵9000破锋兵，直至力竭生死。最后洛桑城破，西楚亡国，这套完整的剑法，自然也就失传了。我外甥，我外甥，没想到啊，这镇西侯府的胆子，可真是比我想象中要大。本以为今日来，只是为了取剑扬名，却没想到见到了你，还见到了如此有趣的剑法。酒，我的酒呢？接着，定是好酒。
如此畅快。兄弟，借酒一乐。干！干！痛快！成剑九天，竟然还真有歌呀！茫茫去不还，自歌云霄里，奏饮3万堪。仙人在我心中，今日只吟至此处。平手。再来，不打了。无论多强的实力，在失传的剑舞面前都不值一提。能见到完整的西楚剑歌，乃是我辈剑客最大的幸运，可比获得一柄好剑要珍贵得多。不染尘，该是你的。 哎呀，接着，舅舅，啊，走啊！走了，这剑都已经丢了，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舅舅，我打这么起劲了，怎么就走了呀？我还觉得那叶鼎之很是有趣，想跟他交个朋友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交什么朋友啊？我不知道你的剑法是从哪学来的，我只知道如果我们再不走的话，就会被那些剑客生吞活剥喽。走。这傻小子，学会了很了不起的东西啊！快追，留下他，那可是西楚剑歌。 你干嘛？快闪开！各位，盛会还未彻底结束呢，怎么这么急着要走啊？你要拦我？你再往前一步，我还能杀了你呢。 送我一个。
侯府的武学课啊？我急呀！今天要讲《白羽剑仙传》，正式讲到白羽剑仙纵剑西出，千里救毒的章节，听说可精彩了。在这里，云哥在这里。天下风云出我辈，踏歌今宵尽在言。话说这白羽剑仙头上戴一顶虎头狮子盔，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，内衬大红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一匹白龙马，手使一对护手双剑，那真是威风凛凛呐！从清晨杀到日没，只杀得金银铜铁8大锤，是大败而归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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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白羽剑仙的故事真是太精彩了！下次我经过城匾时，定要仔仔细细的看看上头，到底还有没有白羽剑仙留下的那一剑。试问天下，谁能挡我一人一剑？你们两个刚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都亮了呢。哼，小姐，该回去了。东君、云哥，我就先走了。叶安，呀，回去了就乖乖睡觉，别再点住偷看画本了，伤眼睛。我才没有呢！云哥瞎说。哼。下一章应该要讲到白羽剑仙与酒仙相识相交，一同游历江湖的故事了，一定更精彩。唉，我也想像白羽剑仙一样，一剑入仙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也是。哎，我听爷爷说，云哥，你天资聪颖，功课又好，以后定能继承父业，当大将军的。当将军有什么意思？我长大了，要去闯一闯那书中的江湖，做一个行侠仗义、无拘无束的剑客。那你也带上我？这怎么行？若是带了你，侯爷岂不是要提刀来找我？不行不行，你爷爷可是所有人知道都要打寒战的杀神。你胡说！我爷爷明明是全天下最温和的人。反正我跟定你了，云哥，你不是我大哥吗？大哥理应带着小弟。那好，我们立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等我20岁，你18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天启，一人向北，一人往南，独自去闯荡江湖。等9剑成仙的时候，便是再见之时。可以吗？好。你要当剑仙，我便不与你抢了。白羽剑仙的好朋友是酒仙，那我就去做那酒仙。那好，我们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。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。大将军叶羽自恃功高，以权谋私，不敬圣人。有人检举，其有通敌叛国之嫌。然念其昔年护国有功，超满门，族人流放，叶羽带走面圣。钦此。
七语九仙，来，云哥，到你上场了。这会不会太羞耻了？哎呀，来嘛，来嘛！去嘛，云哥，葫芦是耍赖。哇！云哥加油！我哪是白羽剑仙的朋友，青羽九仙。嘿！云哥，叶伯伯，依依，东君来看你们了。云哥，你知道吗？我马上就能完成我们的约定了。现在我酿的酒，全天下没几个人比得过的。等过几日，我就去挑战碉楼小筑的邱露白。等我打败了他，便能成为名扬天下的酒仙。不过现在我决定，我连你的这一份也一起完成了。我不仅要做酒仙，还要做那剑仙。云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说了晚上见吗？我不是也说了，我晚上没空吗？还有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和叶云情同手足，你若回天启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定是来看我的。这些事情都是师父告诉你的。你现在可以相信了吧？我真的是受如仙之托来帮你的。你还有别的要求吗？听说你酿的酒很好喝，我教你内功，你送我美酒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云哥，走了。父亲，母亲，孩儿不想今天才来看你们。我从前跟你们说，我不想做大将军，我想做一个自在江湖的剑客。如今，我也算完成了一半。今天来看你们，也没带什么好东西吧？我给你们舞一回剑吧。
求。草民叶鼎之见过亲王殿下。都说这秋露白是碉楼小筑的第一美酒，来，你也尝尝。你是聪明人，相信你应该知道，本王这次找你的目的。承蒙殿下错爱。哼，是不是错爱，日后自有分晓。若你能助本王成事，名声、权力、富贵和女人，本王都能给你。我不需要这些，我只需要一样东西。哦，是什么？我要的东西，殿下一定有。好，只要不是玉玺，就都好说。不过你要的是玉玺吗？当然不是。行，那本王就提前答应你。好，那我就提前多谢殿下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将军叶宇自恃功高，以权谋私，不敬圣人。有人检举，岂有通敌叛国之嫌？然念其昔年护国有功，超满门，族人流放，业余带走面圣，亲子。叶将军，还等什么？还要本王亲自请你接旨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欲加之罪。报，这是在叶将军府中发现的与敌国往来的信件。证据确凿，何为欲加之罪呀？爹，爹，还等什么？带走！哼，亲王，我要的怎么会是玉玺呢？此去青龙门正常需要多久？半个时辰。那便拖上他半个时辰好了。留好了，不动冥王反噬了。再次使用内力的时间间隔太少。你方才内力耗尽过，不过我们交手时，经脉并未损伤。能达到如此经脉强度的，你也是天生五脉。什么东西啊？
他说你是天生5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如你跟我回去吧。王兄，你们是谁啊？他。 这人看起来好面熟。我们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主人的家仆，从府里叛逃出来，我这就带他们回去。世间哪有穿成这样的家奴，又哪有武功如此高强的管家？姑娘，我劝你不要多问。你累了，休息一下吧。你走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走吧。如果你坚持要救他，我会杀了你。哦，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这个徽记，你是有宗的人。这是哪里？王府。走，或者死。师兄果然厉害，他竟然被你吓跑了。不。 他很强，我也未必能打赢。他忌惮的是你的身份。师妹，这次你救下的，怕是2个大麻烦。我乐意。师兄，你可千万别跟我说出去了。